自古暴君大多是亡国之君，比如荒淫残暴的夏桀，对人物理上掏心掏肺的商纣王。同为暴君的朱元璋却是开国之君，而且开创了洪武盛世。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欲最强、猜忌心最高的皇帝，没有之一。然而他的暴行却掩盖在盛世的光芒下，少有人知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位暴君的故事。洪武26年2月初的一天，朱元璋的亲儿子蜀王朱春突然接到召他回京的旨意。在明朝，太祖朱元璋捡回了废除已久的分封制，把他的儿子们一个个分封到全国各地。皇子成年之后就要离开皇宫到封地生活，称为治国或者叫就藩。分封出去的藩王一般没什么事是不能回京的，藩王无故离开封国是很严重的大事，甚至会被认为是谋反。因此蜀王朱春接到诏令之后非常奇怪，心想最近也没发生什么事，好端端的，父皇干嘛叫我回去呢？而且朱春也知道父皇朱元璋性情喜怒无常，随着他年龄越大，性格就越极端。而且自从去年他大哥太子朱标去世，父皇的精神状态就愈发差了。这次无缘无故让他进京的诏令，在朱春眼中更像是一道前途未卜的催命符，不知道在前头等着他的会是什么。纵然心中恐惧，朱春更不敢违抗父亲的命令，还是老老实实打点行装，紧赶慢赶，在朱元璋规定的期限内回到了当时的京城南京。朱春不知道，就在他启程的当天，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正拉开帷幕，一场腥风血雨就要袭来。2月10日，风尘仆仆的朱春抵达南京，半点没待喘口气，就被朱元璋领去刑场，亲眼目睹自己岳父蓝玉全家被千刀万剐凌迟处死，同时被牵连处决的还有15000人。2天之后，惊魂未定的蜀王匆匆返回成都，此刻他确信父皇朱元璋终于疯了。这场把朱元璋的亲儿子都吓破胆子的大屠杀，被后世称为蓝玉案。案情不复杂，但真相却扑朔迷离。蓝玉是大明最杰出的将领之一，史书记载蓝玉长身赤面，饶勇略，有大将才。他是开国名将常遇春的七弟，论辈分，太子朱标还要随太子妃喊他一声舅舅。蓝玉一生中最高光时刻是洪武21年，朱元璋以蓝玉为大将军，北上讨伐元朝的残余势力。这一战，蓝玉率兵一路追到捕鱼洱海，在那里一战封神，彻底击垮北元，俘虏北元皇帝的儿女妃嫔100余人，官员3000人，马驮牛羊等牲畜15万余头，缴获宝玺、符敕、金银印信等财宝不计其数。朱元璋闻讯大喜，只把蓝玉比作汉朝卫青、唐朝李靖这样的传奇名将，各类封赏也毫不吝啬。蓝玉一时风头无两，成为大明王朝最炙手可热的人物。可惜蓝玉现在有多风光，之后就有多悲惨。仅仅5年之后，洪武26年2月初时，蓝玉以谋反罪被朱元璋处死，而且剥皮食草，传世各地。也就是把人皮完整剥下来，里面填充稻草，再把这具人皮稻草拿去做全国巡展。这令人不寒而栗的血腥展览的最后一站就在成都。成都是蜀王朱春的封国，他的王妃蓝氏是蓝玉的女儿，毕竟蓝玉是他的岳父。蜀王于是向朱元璋求情，能不能把人皮留下。朱元璋本来是想敲打一下蜀王和蜀王妃一家，听见儿子的请求，反而觉得朱春这孩子讲人情懂孝道，是个好孩子，就同意了他的请求。就这样，蓝玉的人皮到成都后，蜀王把人皮留下，用金玉重新填充，建了一座小庙供奉起来。这副人皮被供奉了几百年，一直到1644年张献忠攻占成都，才被张献忠和其手下搜了出来。蓝玉是怎么从明朝的一员开国大将，沦落到连人皮都被朱元璋扒了呢？蓝玉谋反案的背后究竟有什么蹊跷呢？从锦衣卫指挥蒋掖告发蓝玉谋反到蓝玉被杀，这中间仅仅隔了9天，牵连了15000人的谋反案。9天，这么大的案子，再怎么加急审理，也不至于9天就能审完。可以说，这场大案，朱元璋是早有预谋。此前，蓝玉本身就因骄横跋扈多次惹恼过朱元璋，但老朱都忍下来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蓝玉是太子党的成员，朱元璋和他的太子朱标是皇室父子中的一对异类。
自古太子就是一个被皇帝猜忌的高危职业，比如汉武帝就逼死了自己的太子刘据，唐朝的太子更是没几个能顺利熬成皇帝的。但朱元璋和朱标不一样，他们是少有的真正父慈子孝的父子，所以看在儿子的份上，朱元璋自然也能饶过蓝玉了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朱元璋倾尽全部心血培养的帝国接班人朱标，在洪武25年去世了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对朱元璋的打击不可谓不深重。朱标一死，帝国朝堂就需要重新洗牌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原先太子党的成员。朱元璋选择的继承人是朱标的儿子朱允炆，他出自朱标次妃吕氏。由于原太子妃常氏已经去世，朱元璋就下旨把吕氏扶正，成功把这个庶皇孙变成了嫡孙，让继承人变得更名正言顺。前面我们提了，朱标要跟着太子妃叫蓝玉舅舅，这位太子妃就是常氏，她是明朝开国大将常遇春的女儿，也是蓝玉的侄女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蓝玉和朱标沾亲带故，却和朱允炆毫无血缘关系。这个时候，蓝玉自身的跋扈嚣张，以及手握兵权本身，就成了朱元璋必须把他杀之而后快的理由。为了给皇孙朱允炆铺平道路，朱元璋进行了一系列布局，包括把蓝玉麾下将领调去晋王朱刚的地盘看管起来，削弱蓝玉的势力等等。而蓝玉谋反应该确有其事，毕竟皇帝的屠刀都要落到你头上了，兔子急了尚且咬人，何况是一员骁勇的猛将呢？只不过蓝玉的手段确实玩不过朱元璋，他谋反那些举动反而给了朱元璋合理的借口，让天下人都看到，不是我老朱无情，而是你先谋反的。如此，蓝玉案的脉络就应该清楚了。但是在查阅史料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发现一些不合理的地方。就从这个牵连人数上说，15000人，除了蓝玉，还有1位公爵、13位侯爵和2位伯爵，还有数量巨大的普通秀才、烧窑匠人、渔夫、小兵。根据逆臣录所载口供，在蓝玉密谋造反的1个月里，上至侯爷、都爷、指挥，下至千户百户、总旗小旗，乃至奴仆家丁、贩夫走卒，都穿梭似的来去于梁国公府。要说蓝玉谋反，他想拉拢公卿勋贵还说得过去，没道理他一个国公大将军还亲自出面拉拢这些小人物。就算蓝玉要造反，他下面的指挥千户百户总旗小旗也没有要造反，但朱元璋还是不放过，也一起凌迟了。蓝玉被杀，我们可以理解为权力倾轧，成王败寇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自古以来的权力斗争都是这么残酷。但朱元璋的与众不同在于，他还同时把屠刀伸向了普通百姓，这些或许与蓝玉有一定牵连，但本质上是无辜的群众。再加上朱元璋还把他儿子千里迢迢召回京城，就为了让他旁观自己岳父是如何被杀的，这已经不能用心理变态来形容了，已经到了精神病的程度。此前朱元璋挚爱的妻子马皇后逝世，再加上太子朱标早亡，给他的精神造成极大打击。悲痛加剧了这位皇帝原本的暴躁和乖戾，让他把杀人当成发泄的手段。朱元璋的滥杀给后世子孙树立了恶劣的榜样。明朝的第3位皇帝是朱元璋第4子朱棣，而且朱元璋亲口承认，在他26个儿子中，朱棣最像他。那朱棣究竟哪点最像朱元璋呢？首先，朱棣的皇位是抢来的，他发动了名为靖难之役的兵变，推翻了建文帝朱允炆，自己当了皇帝。在上台后，朱棣对忠于朱允炆的建文旧臣发动了血腥的大清洗，其中杀方孝孺一案株连了800多人。自古最顶格的刑罚也不过是诛9族，而朱棣是灭方孝孺10族。其他建文旧臣也个个下场凄惨。太常侍卿黄子成因抗辩不屈，被施以残忍的折刑，被割肉离骨，折断4肢，折磨够了才最后割断咽喉。他的族人也不分老少，全部斩首，至于姻亲也被他连累，全部流放戍边。再比如御史大夫景钦，他曾试图刺杀朱棣，被人发觉后遭杀害。在他死后，朱棣还对他的家乡进行了被称为瓜万超的大屠杀。这些残忍的行为背后，都能看到朱元璋的影子。朱棣不愧是被朱元璋承认的最像他的儿子。看到这里，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，朱元璋真的是天生残暴吗？他是怎么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的呢？点击订阅小铃铛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探讨一下。按照现代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，
没有人天生就是坏种，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的早年经历，特别是他人生最初5年的生活经验有关。如果这个时期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，就很有可能表现出性格方面的缺陷。比如，如果一个人小孩子的时候父母陪伴较少，被爱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，他长大之后很有可能变得性格冷漠。对于朱元璋婴幼儿时期的生活，我们能了解到的资料不多，只知道他出生后得了怪病，腹胀如鼓，几乎死去。小时候也一直疾病不断，再加上家境贫困，大人们都忙于工作，否则一家人就得挨饿。生病的小朱元璋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忍下来，在最脆弱的时候得不到照顾，他的性格发育就会受到影响。在少年时代，朱元璋就表现出一种攻击性人格。按照心理学的说法，攻击性人格容易对他人漠不关心，很难产生正常人的友爱，也容易有一些不良行为乃至犯罪倾向。有一次，朱元璋和他的伙伴们到野外放牛，没过一会儿，大家肚子都饿了，一个个只能忍着，或者想象一些好吃的东西来望梅止渴。只有朱元璋打起了小牛犊的主意，他鼓动伙伴们将它杀死烧烤，大家一起分着吃了。对于一个10岁出头的小孩来说，这是一个十分出格大胆的行动。要知道，牛是耕地动物，不能私自屠宰，何况这牛也不是他家，那是地主刘家的。而朱元璋之所以把小牛犊杀来吃掉，最主要的动机就是报复那个一直欺压他的地主一家。而在出家之后，佛门清净地也没洗去朱元璋身上的戾气。一天，朱元璋在打扫佛殿，一不留神被神座绊了一跤，他便怒不可遏，提起笤帚把神像打了一顿。还有一天，他看见殿上的蜡烛被老鼠咬坏，一边怕自己因为看管不力受惩罚，一边怒气冲冲用笔在神像背后写上发配3000里字样。在寺院里，由于朱元璋是身份最低下的杂役，不仅一切脏活累活都由他干，还要经常受其他人的欺负。我们今天都知道，校园暴力、校园霸凌能够深刻改变人的一生，朱元璋当时受到的就是一种寺庙霸凌。而年幼又单薄体弱的朱元璋不敢反抗，那就只能把气撒在死了的神像身上。而他一旦拥有权力，就无需压抑冲动，而是任由他的攻击性人格释放出来，把攻击的对象变成活人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，完全不加掩饰他的残暴欲望，不仅几次掀起屠杀成千上万人的大案，更擅长用残酷的刑罚让惹怒他的人生不如死，让整个洪武盛世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围之中。由于朱元璋是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，他的暴虐和滥杀也就成了这个王朝的底色。他的继承者有朱棣，有肆意杖杀见证大臣的嘉靖，也有连杀7位兵部尚书的崇祯。而在200多年后，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，朱家子孙数十万人被尽数残杀，似乎冥冥中皆有定数。不知道那些绝望中等待屠戮的朱家皇子皇孙有没有想到，也许他们今日的命运，在那个孩子拿起笤帚殴打神像的时候就注定了。